人类社会的游戏。最近我听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笑话，一个人类学家告诉食人族首领，俄乌正在打仗，每天都要死好多人。食人族首领很疑惑，就问他：你们怎么吃得了这么多人？人类学家说：开什么玩笑，我们可不吃人。食人族首领一脸不可思议，不吃人，不吃人为什么要杀人？你们太野蛮了，我们真的不吃人吗？虽然随着畜牧业的发展，人这种出栏周期长、热量比肉的蛋白质来源早就被淘汰了，但这个世界从来没有停止过吃人，只是吃相看更文明了。人类之间的一切纷争、一切冲突，表面上是在争夺各种资源，实际上都是在争夺对人本身的支配权。因为人类社会有且只有一种资源，那就是人。为什么现在很多公司不论工作安排有没有完成，有没有必要，即使亏了电费也要给员工加班？因为很多管理者要的就是支配权本身，就是自己一个电话，你就不得不推到朋友聚会，放下自己的事，立刻马上出现在他面前。这件事本身，这种掌控力会带给人巨大的满足感。皇帝的财富从来都不是金锄头，而是那些愿意为了他拿起锄头的人。这个世界真正的资本从来都不是货币，也不是金银、土地和石油，而对他人的支配力是权力。既然支配力比钱重要，为什么很多人明明已经很有钱了，还总喜欢克扣穷鬼手里面那几个铜板？因为只有当劳动者一贫如洗，不得不去市场上想出售自己劳动力的时候，资本才真正具有权力。17世纪的英国资本家可以在伦敦雇佣到大量的廉价劳动力，但是当他们满怀希望带着钱和工人来到了美洲大陆，工人却跑了一个都不剩了。原来美洲有很多荒地，工人们完全可以自己垦荒，独立谋生，所以最后他们只能用枪炮和皮鞭强迫工人回来工作。人类社会的经济关系绝不是买进和卖出，出钱雇人，收钱干活这么简单。各种经济关系背后，实际上是一种需求和暴力构建出的权力关系，只是大多数情况下，这种权力关系躲在货币背后，有平等交换的形式伪装了起来。书里面说烂了的剩余价值，其实只是一根红线，一根明线，而真正的主线是藏在暗处那根黑线，它把每个人都穿了起来，让所有人都变成了牵线木偶，随着线头翩翩起舞。跟这种曼妙的舞姿带来的赏心悦目相比，那些所谓的剩余价值就像牛排旁边原来摆盘的洋葱圈一样可有可无。所以如果有人告诉你我不喜欢钱，我对钱没有兴趣，大概率是真话，他可能真的就是只想看你跳舞而已。为什么近代以来人类的生产力已经有了极大的提升，但人们的工作时长却没有明显的下降？因为无论一个社会的生产力多么充足，支配力都是稀缺资源。你想拥有支配力，就必须有人被支配；你想拥有更多支配力，就必须有更多人在更长的时间里被支配。这个游戏是零和的。其实有一天，智能机器人已经可以创造出几乎无限的物资和能源，彻底赡养人类，人类还是会创造出各种单纯为了满足自身权力欲望的工作。随着科技的发展，人类社会最终只会剩下一个行业，那就是服务业。因为服务业的交付物就是人的支配权，而这种交付机器永远无法完成。最终的结果就是所有人都衣食无忧，但所有人依旧疲于奔命。这里面有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，那就是如果无论生产力发展到什么地步，人都无法摆脱被支配的枷锁，那这个世界上到底还有没有人是自由的？一旦你意识到了这一点，你就会发现，这个被支配力驱动的世界就是一个引诱所有人参加的贪吃蛇游戏。看似是寡头们的饕餮盛宴，其实这场游戏里没有赢家。人是生而自由的，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。自以为是其他一切主人的人，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。当一个人企图支配他人的时候，就必然会被他人所支配，这永远是一个相互的过程。唯一的赢面就是退出这场游戏，但真正能做到的人并不多，大多数人都乐于盲从。因为这个世界上最安全的事，就是让自己消失在大多数之中。也只有在喝了酩酊大醉之后，才会借着酒劲倾诉，凭什么我一生下来就必须像个铜做的蛤蟆一样，上紧了发条满地打滚？凭什么我不能以我希望的方式享受我自己的生活？但是第二天清醒之后，立刻羞愧难当，然后该干嘛干嘛。人最大的错觉就是一切还来得及，以后总还有时间，但人生真的就是弹指一挥间。张三丰瞧着郭襄的遗书，眼前似乎又看到了那个明慧潇洒的少女，可是那已经是100年前的事了。比人生走了无数弯路更可惜的，就是从摇篮到坟墓，走了一条笔直的路，心无旁骛，从未误入歧途。你好好品品吧。老规矩，受启发的记得点赞、关注四哥，每天分享大实话。